歼15和 FC-31古鹰战斗机的总设计孙聪同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中国的下一代舰载战斗机很快就会问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目前在珠海航展举行的记者发布会上，歼15和 FC-31古鹰战斗机的总设计孙聪同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中国的下一代舰载战斗机很快就会问世。孙聪总师给出的时间是在今年年底，这不禁令广大网友为之振奋。虎妞认为，下一代舰载机可能即将要装备我国的新型国产航母，因此在今年年底开始问世，并且交付部队训练。等待训练成熟时，正好赶上我国的国产航空母舰服役，届时可以加快下一代战机的上舰成军的速度和适应甲板起降，以便更快地形成完整的作战能力。不过具体是哪一种飞机，都让网友犯了难。因为这位孙聪院士不仅仅是 FC-31隐形战斗机的总设计师，他同时也是歼15舰载战斗机的总设计师。因此网友们分成两派，一派认为孙聪总师提及的下一代舰载机应该是歼15战机，毕竟目前歼15舰载机战斗机是中国海航已经熟悉的战斗机，而为了搭载新型国产航空母舰进行改动起降设备，使得此款战机可以弹射起飞，而且可以更快地适应航空母舰，两者磨合战斗机的速度会加快很多，在稳定性和经验以及快速形成战斗力上肯定是要优于 FC-31战机的。FC-31作为一种全新的战机，不利于快速上舰，因此可能是飞行员弹射型歼15摸索出起降经验之后，才会发展 FC-31战斗机作为舰载机。不过那个日期肯定不是今年。另一派则认为，虽然歼15的优点是成熟的战斗机，但是问题就出现在这成熟二字。虽然未来的国产航母搭载歼15弹射型可以更快地磨合出作战能力，但是歼15的性能已经是处于落后的性能了。歼15战机作为常规战机，毫无疑问是非常强大的，但是这只是面对非隐形的常规战机。但是面对先进的第5代隐形战斗机，歼15这个4代机是处于代差的劣势地位的，根本无法与之抗衡。应该及早的发展我们自己的隐形舰载战斗机，这是未来舰载战斗机发展的趋势，是不可逆转的。虎妞认为，歼15战斗机是我军目前现役的唯一一款舰载战斗机。目前山东号和辽宁号都装备的是这一型号的战机，所有的海航战斗机飞行员也只驾驶过这一种战斗机，进行过完整的航母起降。大家对这款战机可谓是知根知底，因此论飞行员对于歼15的熟悉肯定是比 FC-31高。但是歼15有一个致命的缺陷，就是其性能问题。目前全世界只有中美俄装备了4代的常规舰载战斗机，俄罗斯的航母损坏了，因此最近几年都无法出动了。那么就剩下了中美两国。美国目前11艘航母都装备的是 F-18大黄蜂舰载战斗机，而美国海军打算把半数的 F-18舰载战斗机替换成 F-35。现在美国的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已经搭载了一个名为147舰载机中队的 F-35战机，可以看出美国正在进行 F-35上舰的换装工作。而日本的出云号航母、英国的航母也是搭载从美国购买的隐形战斗机。因此面对严峻的局势，歼15战斗机无论怎么改进，都不是美国及其盟友 F-35战机的对手。毕竟歼15是无法实现隐身的。而如果未来我国的国产大型航母全面装备歼15战机，甚至都不是全面换装 F-35，日本2万吨级航母的对手。因此舰载机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。而 FC-31战斗机虽然没有上舰，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不断试飞、不断的调整改进，可以说是处于成熟的状态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是隐形战斗机，而且对地、对海、对空的能力非常的均衡和优秀，是一款舰载战斗机的好底子。经过9年的不断改进，第3代的 FC-31的发动机经过了大幅度的改进，将使用国产大推力航空发动机装备，有效避免卡脖子的困境。另外，机身的航电系统、雷达系统也经过大幅度的改进和更新，使得其综合能力跃升了一个新台阶，可以真正的做到与美国的 F-35势均力敌。因此从长远来看， FC-31是最佳的选择。那么孙聪总师提出的下一代建造机有很大的可能就是 FC-31，
而且虎妞也注意到了，孙聪总是说的是下一代舰载机，而不是新型舰载机。目前我们使用的歼15是第一代舰载机，哪怕是将来改进为弹射方式，它还是歼15这个型号，仍然是第一代。而下一代代表着第二代舰载战斗机，那么极可能是代表了新型的隐形舰载战斗机，这也符合隐形战机和常规的待查。不过虽然说了这么多，下一代舰载战斗机将在今年年底正式亮相，现在已经是9月末了，到那时也已经不远了，因此我们可以拭目以待，看看到时候究竟是哪一种飞机。